一到夏天啊，我知道有一件事儿会被很多人提上议事日程，就是防晒。但会让很多人苦恼的是，明明防晒的功课做了，但为什么还是会有色斑和晒斑？今天我们就来重点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我是课代表 Tim， 一名 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网址是 livepluscanada.com。频道里提到的商品呢，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在进入营养素清单之前，我们得搞明白皮肤为什么会长斑。我们知道皮肤的颜色主要是由黑色素决定的，黑色素呢是皮肤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紫外线伤害而制造的天然色素。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种酶叫酪氨酸酶，是生成黑色素过程当中最关键的酶之一，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黑色素的原材料一步一步转化成黑色素。这个有点像一个精密的工厂，酪氨酸酶呢在接到订单，也就是有紫外线照射我们的时候呢，加班加点去生产黑色素，以防止我们的皮肤被伤害到。那正常情况下，这个工厂运转井然有序，但在紫外线照射超出正常范围的时候，这个工厂原有的生产秩序就会被打乱，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导致黑色素在局部堆积，形成我们所看到的色斑还有晒斑。还有一种情况呢也比较糟糕，就是紫外线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就像工厂里突然冒出有害气体，这个时候啊，工厂是没办法正常运转的，黑色素生产也不正常，我们的皮肤细胞正常结构就非常容易遭到破坏，皮肤老化的过程也会加快，让色斑问题呢雪上加霜。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发现解决色斑问题不是简单的漂白皮肤，而是要减少紫外线和氧化应激，平衡黑色素的生成，加快黑色素的代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而下面这些营养素呢，就可以从这些环节入手，帮你从内向外的减少色斑还有晒斑。我们先来说一个营养素的组合，就是维生素 C 加上硫辛酸以及谷胱甘肽。我在前面的节目里啊提到过挺多次，就是市面上很多流行的美白丸其实都是以这3种营养素为主要成分的。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解释一下这3种营养素的作用原理。先说一下维生素 C， 它可以说是皮肤的超级清道夫。首先，维生素 C 呢是一位出色的工厂管理员。研究表明，维生素 C 能够调节酪氨酸酶的活性，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位负责生产黑色素的关键工人。维生素 C 呢可以合理安排这个工人的生产进度，让它不会过度生产黑色素。其次呢，维生素 C 还是一位强有力的环境净化专家。维生素 C 是常见的抗氧化剂，能够清除紫外线产生的自由基，就像空气净化器一样，保持皮肤工厂里的健康生产环境。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谷胱甘肽，这可是美白针的灵魂成分，它是肝脏最主要的抗氧化剂。它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解毒，所以谷胱甘肽可以抑制黑色素的形成，并将深色黑色素转化为浅色型的黑色素。那有研究显示呢，每天口服500毫克的谷胱甘肽，连续4周可以淡化面部的色斑。不过一般来说，普通的谷胱甘肽口服吸收率有限，所以建议选择这种还原型谷胱甘肽或者脂质体的谷胱甘肽，效果呢会更好。除了维生素 C 和谷胱甘肽之外，硫辛酸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其实硫辛酸的应用范围很广，它最有名的临床应用之一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周围神经病变，也就是糖尿病人常有的刺痛、麻木、灼热感等症状。它本身呢也可以提升肌肉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促进葡萄糖的吸收，辅助控制血糖。在美白的过程里，硫辛酸最重要的作用有2个，一呢是可以促进谷胱甘肽的再生，你可以理解成它是谷胱甘肽的充电宝。如果谷胱甘肽在身体里忙活了半天之后累了干不动了，它可以让谷胱甘肽重新焕发活力。另外一个呢，硫辛酸本身也是很特别的抗氧化剂。大多数的抗氧化剂啊，比如维生素 C 在亲水的环境里工作更好，而维生素 E 呢在油脂的环境里效果更显著，而硫辛酸是少有的在亲水和亲油脂的环境里都表现不错，所以可以和维生素以及谷胱甘肽很好的配合，为你的美白方案打下很好的基础。那除了上面3个主要的营养素，下面几种营养素也是可以帮助你起到控制色斑作用的。一个呢是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维生素，所以主要存在于细胞膜当中，能够保护细胞膜免受过氧化的损害。另外，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 之间存在着完美的协同关系。当维生素 E 在清除脂质过氧化产物的时候呢，自身会被氧化成自由基，而维生素 C 能够将氧化的维生素 E 还原，
让它重新获得抗氧化的能力。这就像两位搭档在接力赛当中相互配合，一个累了，另一个立即接棒。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推荐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 一起补充，效果呢是1+1大于2的。另一个是葡萄籽。葡萄籽提取物当中的原花青素是一种天然的强效的抗氧化剂，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可以抑制胶原蛋白酶与强力蛋白酶这两种酶在紫外线或老化的过程当中会分解皮肤的结构，使斑点和皱纹同时出现。那葡萄籽抑制了这两种酶的活性之后，可以保护你皮肤里的胶原蛋白不被降解，另外可以促进微循环，从而减少色素的沉着。所以如果你只希望选一种抗氧化剂来保护你的皮肤，或者减少紫外线的伤害，那高品质的葡萄籽会是你比较省事的选择。那顺道说一句啊，因为葡萄籽里的有效成分是原花青素，所以选购的时候不单要看含多少的葡萄籽提取物，更重要的是要看葡萄籽提取物里含多少的原花青素。像这一款里含量有 90%， 而普通的葡萄籽一般含量只有 60% 左右，所以这款的价格虽然更贵，但相应的效果也会更好。最后呢，再说几个小建议。一是这些营养素啊，不能取代防晒。营养素呢，只是加分项，物理防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最基础也是最直接的防护措施。另外，很多朋友在夏天喝奶茶的习惯，但要记得啊，高血糖会加剧糖化反应，使皮肤更暗黄，所以别太放纵自己。再一个呢，是多喝水，多吃一些高纤维的东西，可以更好的帮助身体代谢黑色素，还有氧化代谢产物，从源头降低炎症的可能性。就像清理一座被污染的城市一样，表面的污染相对容易清理，但深层的污染呢，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复杂的过程。营养素不是万能的，它尤其不是速效的，它需要时间让你的身体系统处在最佳状态。但好处是，一旦你的身体状态调整到位，那么效果就不单是别人看得见，而且也是你自己可以体会出来的由内到外的自信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这个频道呢，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欢迎关注点赞，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的产品，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fepluscanada.com， 或者在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想提醒您的是，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